這是監控拍攝到的非常離奇的畫面。如你所見，上一秒的男子還站在大门之外，下一秒却直接穿门而入，直接进入了院子内部。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此人竟沒有影子。這一異常現象引發了種種猜測，有人猜測該男子或許是傳說中的鬼魂。不過，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或許当晚大門並未上锁，男子是從门縫中擠進院子的。但這一說法很快被附近居民反駁，他們堅稱大門每晚都會被鎖上。那麼，男子究竟是如何进入院內的呢？隨後，當地一位专家對這段視頻進行了深入分析，發現視頻存在丢帧問題，具體缺失了第34秒的畫面，也就是整整1秒鐘的內容。專家據此推測，男子正是利用這丟失的1秒鐘，迅速翻越大門進入了院子。然而，這一解釋並未得到廣泛認可，許多人對此表示質疑，並親自進行了試驗。試驗結果顯示，翻越大門至少需要10幾秒的時間，而監控錄像僅丟失了1秒，時間上根本無法吻合。那麼，對於這一神秘事件，你又有什麼看法呢？下面這段離奇的視頻，同樣是監控攝像頭拍攝到的，拍攝時間是2015年晚上8點鐘，地點在一家服裝店的门口。起初，這個人體模型毫無異樣，靜靜地佇立着。然而，當前方路口有車輛出現時，這個人體模型竟自行轉動頭部，目光投向了路口方向。或許你會覺得，這不過是人體模型頭部連接處鬆動了而已。但是詭異的是，下一秒，他又將腦袋轉回了原位。這般離奇的現象，着實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對此，有人懷疑這個人體模型其實就是一個真人扮演的，但經過調查發現，這確實是一個模型。也有人推測，他的頭部可能裝有遙控裝置。當然，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個人體模型可能被不乾淨的東西附身了。TikTok 的用戶分享了一段十分離奇的監控錄像。Les téléphones changent souvent de place. J'ai demandé à ma femme et mes enfants, mais personne n'y touche. Et ces phénomènes, ça arrive de partout, à la maison, comme au boulot, comme n'importe où en fait. Du coup, j'ai décidé de le laisser poser sur une table du boulot volontairement et je suis parti. Et regardez ce qui se passe. On ne voit pas l'image parce que j'ai accéléré la séquence, mais ce qui me glace le sang, c'est que le téléphone s'attarde jamais sur les photos du travail ou d'animaux. C'est toujours les mêmes. Les photos de famille, des amis et surtout les enfants. 在錄像中，可以看到，當一名男子離開房間後，原本放在桌子上的手機竟然開始自行滑動。緊接着，手機屏幕自動滾動手機裡面的照片，仿佛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在操控着它。更令人感到詭異的是，視頻上傳者透露，這部手機在自動瀏覽時，只會顯示家裡人的照片，其他類型的照片一概不顯示。這一現象讓上傳者感到非常害怕。那麼，這段視頻是否真的拍攝到了超自然的現象呢？在俄羅斯的森林深處，一名探險者偶然間發現了一座廢棄的軍事基地。好奇心作祟，他決定深入探索這座舊設施。探索過程中，他拍攝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Территория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Здесь будет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найти эти шахты. Так. Пошли. А вот здесь уже стрёмненько, ребята. Какие-то комнаты. Что это было? Ребята! Валим! Фу, блин! 當他逐一查看每個房間時，突然注意到一個臉色慘白的身影從一間黑暗的房間裡探出頭來。這一幕着實把他嚇得不輕，他當即轉身，迅速逃離了這片廢墟。後來他了解到，這個廢棄的軍事基地過去曾發生過許多死亡事件，不少人喪命於此。那麼，那個白色的人影究竟是什麼呢？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呢？還是某種超自然的存在呢？
這是印度街頭監控拍攝到的離奇畫面，畫面中一头公牛悠然自得地在街道上漫步，緊接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竟鬼使神差地爬上一輛机車，隨後便駕駛了起來。這離譜的畫面被好幾個攝像頭拍攝到了，隨後機車徑直撞上了圍欄，而那頭公牛呢，撞車後鎮定自若地離開了，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那麼這頭公牛到底是怎麼了？有人說，或許是車上有什麼食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於是便有了這出表演。不過最鬱悶的可能還是車主，不知道他查看監控錄像之後会有什麼感想。2024年12月，一位農场主查看自家监控攝像頭時，发现了2個奇怪的發光物體懸浮在農場上空。如你所見，其中一個發光物體徑直垂直向地面墜落，着陸之後，它瞬間反彈，緊接着便飛向夜空，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究竟是什麼物體呢？從外觀上看，它既不像無人機，也不像昆蟲。有人猜測，它或許是某種尚未被認知的不明飛行物，甚至可能是未知的生命形式。對此，你怎麼看呢？關於醫院的靈異傳聞層出不窮，我在往期的節目中也有過分享，比如半夜水龍頭無故自動開啟。哎呦，別玩了嘛，我很忙的，今晚上你去別的地方玩行不行？不要在這裡玩，我要寫記錄了。沒拍到，哎，再來一下，再來一下，嘿嘿嘿，出來了。鬼哥，鬼哥，你洗完沒？鬼哥，你這讓我怪害怕的，鬼哥。鬼姐姐，你不要再洗手了。哎，他怎麼不停了呢？下面我們就來分享一個護士在多年的工作中經歷的一些靈異事件。因為我是心內科的護士，所以我們科這個搶救病人的情況比較多，對這種生跟死啊，我們接觸的非常多。我曾经就是有一個病人，他就是猝死嘛，猝死以後，然後我就搶救他，當時我就在他身邊，我一發現他這個雙眼上吊，我趕緊就去拉除產儀，一下就給電過來了。然後電過來以後，第二天，然後我就問他，我說你昨天怎麼回事？你自己知道嗎？他說我知道。他說我就從你們这個門口就走出去了，到了大街上。他说我穿着一個紅格子襯衣，他外邊陽光明媚。他說然後我就走到就是我們當地的一個地名，他說我就走到那個地方。他說結果有一個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說我再一醒了，我一睜眼我就躺在床上了。當時我就覺得他給我說這個過程，我覺得特別有意思，這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啊，我這有20幾年了。然後我們主任有一次開課會的時候就跟我們說你們在搶救病人的時候不要亂說話，說因為啥呀？他都知道。我們經歷一個什麼事兒呢？就是說我們在搶救病人的時候，就是所有人都在這兒，醫生護士的，然後該幹嘛幹嘛。我們主任就把你家屬給叫出去了，叫到楼道裡去了，就跟家屬交代病情，就說你這個病人就是病危嘛，然後怎麼樣，就說這些事兒，然後可能會過不來。就我們回來接着搶救，結果就把這病人搶救過来了。說實際的，我們科的工作能力非常強啊，在我們當地是非常有名的。結果過來以後，病人就跟我們主任就說，他說我知道你們当時在幹什麼，你們在楼道裡，然後跟我家屬怎麼說的。當時就把我們主任真的就是給震驚了。以後我們在病人面前，然後尤其是搶救的時候，就是你不要亂說話，他還是知道的。其實這個護士表示，他自己曾搶救過一位猝死病人，電擊復蘇成功後，病人稱自己靈魂出竅，從門口走到了大街上，再醒來就躺在床上了。還有一次，主任在開會時提醒搶救病人時不要亂說話，因為病人可能知道，並舉例有次搶救時把家屬叫到樓道交代病情，回來繼續搶救成功後，病人跟主任說自己知道他們在樓道裡跟家屬說了什麼，這讓主任非常震驚。最後，我們再來看看國外的護士半夜值夜班時遭遇的靈異事件。TikTok 的用戶琳達，她曾經在德克薩斯州的 Breckenridge 醫院的兒童部工作。某天，
一名小女孩在手術室接受手術，却不幸在手術過程中離世。打那以後，醫院裡便開始發生一系列離奇之事，而琳達恰好將這些情況拍攝了下來。I don't see none. And it's just all it does is that. Huh? She gonna slam it on you. We looking at a ghost, Miss CC? That's all it does. All by itself. Maybe she's getting pissed off because you ain't paying attention. 如你所见，醫院的這扇門居然自行的開關。琳達表示，這扇門是液壓門，很沉重，必須按下按鈕才能打開。而且，這種門一般被設計成緩慢開啟，並保持打開狀態很長的時間，好讓病床和醫護人員能夠順利地通過。但自從那個小女孩去世後，護士們就發現這扇門頻繁地自動開關，於是他們找來維修人員檢查，可維修人員也沒查出任何問題。大概過了幾個月，因為某些原因，這家醫院便拆遷了。不過，琳達所在的部門在醫院拆遷後，還在那裡繼續工作了幾個月。有一次值夜班時，他決定去探索醫院的底層區域，還拿出手機進行錄製。This was the doctor's lounge. Let me see. Wondering if there's anything on the walls. Nothing. Oh, I just got dizzy, and I don't know why. I hate that feeling. 他走进醫生的休息室，一番查看後卻一無所獲。然而，眼尖的觀眾卻在畫面中發現了詭異之處。我們把畫面放慢來看，牆面上有一塊公告板，在公告板的反射裡，似乎出現了一個身着白色衣服的人影。當琳達朝着公告板走去時，她便開始感到頭暈目眩。這白色人影究竟是什麼呢？他會是傳說中的阿飄嗎？自那晚之後，琳達就再也不敢前往醫院的底層區域了。那麼，你是否也經歷過靈異事件呢？歡迎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故事。這是倫敦地鐵上拍攝到的非常詭異的東西，在玻璃的反射中，似乎出現了一張臉，只見他臉色蒼白，形如鬼魅，正直直地盯着拍攝者。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超自然的乘客。評論者們堅稱，玻璃中的人臉看起來像是一個孩子，他就如同鬼魅一般的若隱若現。TikTok 的一個用戶，他是做服裝生意的，同時也是一名平面設計師。有一天，他在地下車庫偶然發現了幾個人偶，他靈機一動，便把這些人偶搬回了自己的工作室，打算用它們來充當服裝模特。可沒過多久，工作室裡就陸續出現了一些難以解釋的怪現象。一天夜裡，他正睡得香，卻被一陣奇怪的聲響給驚醒。
3 huevos, me voy a fijar igual, boludo. Se la concha de su madre. Qué hija de puta, boludo. No te la puedo creer. Y escuché hace un ratito escuché que deslizaban esto. Como si estuvieran revisando la ropa, boludo. Alto cagazo me hizo pegar esta mierda. La concha de la madre, boludo, no。他迷迷糊糊地朝走廊尽头望去，恍惚间好像看到有个人影探了出来。他心里一惊，赶忙走进工作室查看，可里面空无一人。就在他四处查看时，一个人偶突然转向他，把他吓得撒腿就跑出了房间。某一天晚上，他正在工作室里专心致志地工作。诡異的是，人偶竟又一次自行轉動起來，可他當時正專心地工作，並沒有察覺到這異樣的情況。又過了幾天，這位視頻博主熬夜工作到凌晨3點。這時，攝像機記錄下了更為驚悚的畫面。Bueno, esto parece que se rompió. No sé quién habrá sido. Y toda la ropa en el piso. Esto es una locura. Yo no puedo creer esto. Yo no puedo creer. No puedo creer esto. No puedo creer, loco. 只见博主走出工作室後，人偶再次自行轉動，緊接着衣架上的衣服一件接一件地掉落到了地上。博主覺得這些詭異的現象很可能和人偶脫不了干係，然而部分觀眾卻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博主自編自導的一場騙局，目的就是為了博眼球、搞營銷賣衣服。那麼對此，你有什麼看法呢？